迎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另外是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钱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南海现在的最新情形，包括这是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他派出了湖北舰在5月下旬的时候到南海某海域展开实战化的训练，而且还临时加进了敌情跟损害等特勤演训，贴近实战检验舰艇作战的一些效能还有官兵的运备能力所以您看到呢，菲律宾这里包括各个方方面面觉得说，你是不是针对我故意要恫吓我呢？包括中国大陆惊爆2栖攻击舰湖北舰南海实弹演习，这是来自于友台的一个新闻标题。不过我们来看看现在呢，中共解放军已经有4艘075型的2栖攻击舰在做亮相，在做演训，这是我们看到的实际的状况。那另外呢，菲律宾的确在最近跟中国大陆好像有那么一点点互相的一个放话吧包括你看到呢，菲律宾的国防部部长说，你过去援助我，那是包装和欺骗，到底什么事为什么要突然这样讲呢？原来是过去中国大陆曾经向菲律宾提供了化肥还有燃料等物资怎么突然跑出来说，你这是包装和欺骗？中国外交部听了当然很不开心他说你们完全没有感恩之心所以这是不是一个这个 sign？ 我们看到菲律宾跟中国大陆最近是不是因为在这个包括第一岛链或是美国跟日本、菲律宾有一些演训是对峙的状况吗？中国大陆的官媒也跳出来骂菲律宾说，你们是在做疯狂的表演，你大肆的抓捕中国人，沆瀣一气，侵犯中国主权，毫无认知还有感恩这是牛弹琴，我们大家知道这是公众号跟中国大陆的官方可能有一些千丝万缕的关系包括他不断的说，你菲律宾近年来开放大量的军事基地，让美军进驻，在南海不断滋事，严重消磨中国的耐心，爆发一系列重伤中国感情的事，别把中国逼到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境界。所以你看到现在都还是在放话的阶段包括中国大陆的官媒啦，还有这个菲律宾包括国防部长都出来骂了，到底是要把这个脸撕破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我们打一个问号。不过日本又是另外一个非常敏感的国家，我们看到这是环球时报的标题，他说御用摄影师又来炒作了，讲的是什么？中国航空母舰的御用摄影师，可能有些观众朋友看不懂这个，就说有御用摄影师吗？其实不是的，这是日本的这个包括军方包括日本经常会不断的非常认真的去拍中国大陆的航空母舰在公海啦，在太平洋有一些所谓的舰载机的一些训练，他们会把它拍下来。那所以他们就酸他说，你们是中国航空母舰的御用摄影师，讲的是日本的这个防卫省的相关的单位。日方持续紧盯辽宁舰包括中国辽宁舰5月26号到5月28号在太平洋公海进行舰载机的训练，战斗机还有直升机累计起降大概170个架次所以中国大陆的国防部就酸他们说，日方关注背后的心机，可能是希望通过炒作中国军队进行行动来刷存在感，为自身军事扩张制造借口。重点在军事扩张，因为中国大陆对日本的有没有可能会重返军国主义这样子的一个野心呢？他们盯得很紧所以你看到日本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也非常的紧张。那另外呢，辽宁舰西太平洋失踪超过48个小时，美日澳18架战机紧急搜索扑空，日本想要顺藤摸瓜，反而失灵讲的大概也都是这样叠对叠的一个态势包括美国、包括日本、包括澳洲其实是一个联合的阵线，就是一直不断的紧盯辽宁舰在哪里呀？他跑去哪里啦？他在哪里做这个舰载舰的训练都紧盯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现在担心中国人要买小岛有安全、有安保的疑虑吗？这是 New Talk 的新闻标题说传出日本政府将普查全国13000多座无人岛的所有权。这是日本的这个他来自于这个新闻来源是日经新闻，他说
因为可能有中国人想要买这个无人岛，那日本现在也很紧张哦，有这样子的一个消息传出来，要清查说，哎，谁来买，背后是谁，他的身份是什么？那高市早苗最近是会晤太平洋岛国的一些领导人，强调海洋法治的重要性哦。那当然，最近呢，日本跟菲律宾，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我们台湾的东部临海这里有做一个经济水域的划分。那当然呢，有可能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权益，这是我们在关注的事情。那另外呢，美军当然它是 super power 哦，它有一些武器哦，有一些所谓的核潜艇舰。我们先来看看这个5年前哦。南海撞海底山脉，这是2021年在南海哦，这一艘是美军最神秘的海狼级核潜舰。那个时候呢，撞上了海底山脉哦，那重创停摆5年哦。我刚刚讲的这个所谓的海狼级核动力潜舰康乃狄克号，预计今年9月会重返现役哦。那它是不是有一个美军持续强化印太部署哦？这个外界也都在关注它的动态。另外，美军史上最大的赛德采购案，现在已经曝光了，有857枚拦截弹，而且是可能会布置在所谓的我们印太地区的飞弹防御能力。而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美国有意扩张核保护伞的策略哦，打算向更多的欧洲、北约成员国部署核武哦，包括核武，那当然是重中之重哦。目前我们再看看呢，欧洲也在做一件事，去美国化。核威慑成型，目前有9国哦加入所谓的法国的核保护伞。除了我们看到欧洲国家挪威，还有德国、波兰、瑞典、丹麦、希腊、荷兰、比利时、英国哦，所以这个各种的这个布置哦，这个我们也要来关注一下。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将军，怎么看这个国际间在军武上面的一个布置？我先讲南海这次的湖北舰哈，这个菲律宾自从5月初在这边跟美国美日菲举办了肩并肩的联合军演之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哈，这个我们看到解放军事实上没有放松对菲律宾这个实施军事的威慑，事实上从5月初开始就一直威慑到现在。5月初大家还记得吗？你肩并肩军演的同时，解放军同时在菲律宾的东西两侧，在南海这边，它有一个航母战斗群哈，也是带了一艘2栖攻击舰。在这个南海这个地方，也在那边实施实弹的操练。那同时，大家还记得吗？在菲律宾的东侧海边，也就是这个太平洋这边来讲的话，有一艘军舰，我记得那名字，这个编号记得很清楚，叫107遵义舰，是055的大区啊。这个舰队也在这边对吕宋岛形成南北包围。但是这个美日菲这个肩并肩军演结束之后，我觉得你美国走了，这个日本走了，但是菲律宾这时候解放军对这个吕宋岛，它的威慑并没有结束，因为美国对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它的这种在这边部署的提供系统的威胁还在，所以解放军一直在这边实施压力。我们看到现在讲的湖北舰哈是在这个南海地区，也就是在菲律宾的这种西侧哈。那菲律宾的东侧是什么？就是这次的辽宁号航母战斗群哈，它带的整个这个包括055大型驱逐舰、052D， 还有这个呼伦号的这种9洞1的补给舰。这时候正在吕宋岛的西边，在这边这个绕圈子了哈。我看到那个航行图是不停地在那边绕圈子，可见对菲律宾来讲，南北形成包围。那我想说，如果说菲律宾没有这种认知，还硬要将这个当做美国的帮美国看门，看大门的话哈，那解放军对这个地方威慑是不会减少。尤其是说前一阵子由于伊朗这个危机啊，造成石油通货膨胀的时候。这个菲律宾自己本身没有炼油，那中国好心好意提供给他很多的成品油，因为你自己没有办法，就算你有原油你也没办法，所以中国将自己这个成品油提供给菲律宾，除了给菲律宾以后，也知道菲律宾这个农民要种香蕉嘛，渔民要捕鱼嘛这个所以说提供渔民这个油类成品油提供给渔民，让他渔船可以出海作业，提供给他农民这个肥料让他可以种香蕉，但是菲律宾到时候反而恩将仇报。这个在这个跟美菲搞这个演习，然后当解放军一定是这个不会放松的了。所以说，我觉得菲律宾自己要检讨，你到底要站对哪一边？如果说你要跟美国站队的话，美国对你的帮助又是什么？这是我们在看到。另外，我们看到中国买这个小岛，
日本要查13400座无人岛，哇塞，那个你知道13400座无人岛，那个要去管理是什么概念吗？你知道我们台湾的澎湖号称无人岛有几座？64座。以前我年轻的时候续守澎湖的时候，我们经常要到那个无人岛上面去巡查。为什么要到无人岛？而且都是全副武装。真枪实弹的上去，然后为什么要到那无人岛？因为无人岛上面极可能潜藏的一些，譬如说是这个海盗或者是危险分子，或甚至于敌对分子。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要上岛去搜查，就是怕潜伏这些敌人。但现在日本如果说整个南海地区你有13400个岛，你根本就不可能去每个岛都看到，那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我觉得就算是你海上这个海警船去实施搜索，也不太可能全面做得到。所以日本要体现这种事实，你的海洋面积这么大，你应该要思考的怎么样跟周边国家好好相处，而不是采取一种对抗的方式。如果对抗方式随便在一个岛上面部署一个无线电发报机，或者是部署一枚导弹的话，导弹发射基地对你来讲都是很大一个威胁。是，1万多个岛真的要很难清查。来，老师，2月28号，川普发动了对伊朗的战争。是。这个战争，伊朗马上采取的就是把赫尔木兹海峡一封锁。对，这一封锁之后啊，从中东地区运出来的氮肥就运不出去了。是，菲律宾什么都没准备，菲律宾的政府什么都没准备，所以它缺氮肥，缺化学肥料，是，它缺燃料，它的飞机飞不起来，民航机那这个不用讲，在路上跑的汽车，油价高涨，然后加不到油，所以小马可是向中国大陆求救。希望中国大陆帮忙，来挽救他们。那春耕马上来了，因为3、4月的时候就是春耕。观众朋友，你们知道菲律宾有多少农业人口吗？他们的农村人口有5000多万人，劳动力有24%，四分之一是的人口都在农村工作。所以如果没有给化学肥料，那菲律宾根本就渡不了这一次的春耕。是，那菲律宾很有可能会陷入饥荒。为什么？因为菲律宾有1.1700多万人，那你想，农村人口就5000多万人，如果化学肥料赶不及，就会出问题。我记得我们在节目中的时候，我有建议过，说中国大陆可以先请菲律宾向他的宗主国美国请求帮忙。那事实上，美国根本不会帮菲律宾，因为美国自己的化学肥料也不够，美国也不会帮菲律宾解决它的油的问题。后来在小马可斯不断的请求下，中国大陆出手援助了。所以我觉得大陆做的没有错，错的是菲律宾的国防部部长。菲律宾的国防部部长反而在攻击批评说中国大陆这是假情假意。好啊，没关系。那我觉得大陆当然已经表明严重的态度了，也就是你恩将仇报，那就看你小马可斯处理还是不处理。你小马可斯不处理，以后你菲律宾有任何灾难，那中国大陆就有正当性，理所当然的不会再提供给你任何协助了，因为没有人会这么傻，帮你忙还被你骂。所以我觉得大陆做的是没有错，那么错的是菲律宾。小马可斯不处理，那是小马可斯的问题。这位防长卸任之后，我敢保证一定会被中国大陆制裁。那所以我觉得这一些这个忘恩负义的人，我们自己做没错，所以你不用去管这种忘恩负义的人讲的那些话。他讲的那些话，在国际间只会这样，会让全世界人更瞧不起菲律宾人，说你们菲律宾人原来是这样的人。那以后你们有困难，我们根本不能帮你忙。任何帮你忙的人都会被你骂，说你是假情假意。另外，有关于日本一直盯着辽宁号战舰，这次他就一直打码啪啪啪啪，一直记录。记录以后发现3天，辽宁号战舰的战机起降175次，对，3天175次，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每一天平均50-60次接近60次这么高的一个地步。您知道美国的这个弹射就是蒸汽跟电池弹射的航母，那美国的航母的舰载机有80架辽宁舰也不过35架。美国的常态性的训练，他们的起降也不过就是50架次到60架次。是，所以一个这么大的航母，平常的训练也不过就50到60架次，而中国辽宁号的航母舰载机就这个美国一般
电磁弹射或者蒸汽弹射的1半不到，而它的起降速度竟然可以高达跟美国一样50到60次，这代表什么？代表辽宁号的战斗力非常强，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会那么害怕。是，所以不断的盯着它，不断的拍摄，盯死了，因为一个滑跃式的航母可以维持常态性的训练50到60架次。是，来请教斌哥。其实菲律宾这个国防部长他讲的，他为什么突然间去指控说，向菲方提供化肥跟燃料是包装与欺骗？对，为什么？因为他说你们缺乏长期的诚意。哦，没有长期供应。对，所以这就是吃定你了，就是，所以你没有一直给，你就没有诚意。那他们有付钱吗？没有，你们当然没有啊。那干嘛一直给？所以这就是问题来了，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跟那种就是乞丐心态一样，你如果今天施舍我一次，你没有一直施舍我，就表示你一点都不想帮助我，就这个意思啊。没有诚意。对啊，所以我觉得，那既然对方是这样认定，那大陆也应该知道怎么做。既然你不管怎么做，他都会认你没诚意，那你就没诚意好，不然还能怎么办呢？实际上，中国大陆在2023年就开始援助他了，是。那最近又在援助他，结果你援助人家，人家不领情，那就不用热脸去贴人家冷屁股了。我觉得中国大陆自己应该知道自己怎么办。那对中国大陆来说，当然菲律宾长期在南海那边一直跟他在那边勾勾顶，大家都知道背后是谁，就跟最近这个日菲去划界一样，那个都是美国在背后操作受益，目的就是要去挑起区域的纷争，然后去围堵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当然也积极的在做准备，所以你既然要围堵我，那我当然就突破给你看。我认为未来辽宁号、山东号、福建舰，甚至第4艘航母，只要成军之后就会一直不断的去突破第1岛链、第2岛链，甚至会到第3岛链去。我觉得这是中国大陆一定会去做的事情。那他们要去讲什么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其实就去讲吧。老实讲，这些太平洋这些国家跟中国大陆之间关系也不差，而且中国大陆对他们会有领土野心吗？看起来也不会啊。所以我觉得去宣示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哦。那导致美国现在有意扩张这个核保护伞，他不觉得美国有毛病吗？你不是才在讲说你要把北约这些军队都撤走？是啊。那你现在又说要去那边设核保护伞，看不懂。那你到底是要做什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还是你要直接对北约丢核弹？我真的不知道美国的战略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川普如果不改他这种说风就是雨哦，想到什么做什么的性格，你没有一个长期稳定的战略，你的盟友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你配合。对，所以你看到北约这些国家或者欧洲这些国家就在去美国化嘛，他们自己也组成他们自己的一个联盟。我们再来看看呢，讲到美国的这件事情，美元我们从小到大都知道它是国际上大家惯用的货币，可是现在去美元化成为趋势了吗？最近去美元化再下一城，原来是黄金啊！在全世界各个政府它的储备资产已经超车美债了，现在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1大资产。从2025年底去年年底，黄金占全球官方储备资产的总额比重升高到27%那现在美国公债是22%，就超越了所以呢，黄金价格不断的往上涨连续刷新了历史的高点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黄金超车美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1大资产的原因。因为可能有些人不是这么相信美元了。而另外，我们看到《富爸爸穷爸爸》的作者罗伯特清崎他说了一些话。他说，全球多国中央银行正在持续减持美国国债，把资金转向黄金的配置，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原油。他认为这个趋势反映出各国官方机构对于黄金作为避险资产的重视程度正在提升。那另外呢，人民币当然过去有的人认为说你离美元还非常的远，可是它正在崛起，也是不争的事实。包括2020年以前，因为美国常常放话说，我要把你中国踢出 SWIFT。美元的结算系统就威胁嘛，把你脱钩，跟西方脱钩。可是自己中国大陆自己就慢慢的在这个做自己人民币的结算，包括你看到，因为中国大陆它跟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是贸易伙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包括全世界每5块钱的进口
进出口的贸易里面就有1块钱是中国的。所以呢，你现在要把中国赶出美元的体系，那你不是就是跟其他的国家对干吗？可能会让美元崩得更快哦。所以实力还是最强大的后盾。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央行也说了，在日常外汇交易跟贸易融资等领域，人民币的使用开始很显著的开始增加了，而且中东的冲突可能刺激它进一步的成长。而另外，我们看到俄罗斯因为在俄乌战争的各种的原因，被美国封锁的各种的原因，所以呢，它发行人民币计价的债券。这是6月3号，它发行10年的国债，10年期发行的面额。发行的这个总额是100亿人民币利率是7.65%。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现在中国跟美国两强2G 这个 2G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或这样子的一个趋势这个未来可能在我们有生之年应该都是这样下去。那美国总统川普现在签署了 AI 安全行政命令，要求新模型发布你要发布前，你要自愿审查那当然，大家就想说，它可能是防堵尤其是中国大陆这个各种的 AI 这个安全，所以呢，这个对象很清楚。那安谋的执行长就说，你很难封锁啦 ，CPU 它的用途很广泛 ，AI 啦，你要出口到中国去，你很难区分哪些产品专门用于 AI 运算。如果你试图禁止 AI 的 CPU。运到中国去，出口到中国去，你这个难度很难啦就是你很难实施到底，或者把它弄得很干净。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中国的团队列出了63个限制出口的技术清单，含稀土跟量子通信等等。它的目的就是在反制美国，你弄我，那我也来弄你吧。那未来大家都知道 AI 是重中之重 ，AI 的特征第4次工业革命以 AI 为特征，可是呢，我们看到包括专家说，中国大陆有4大优点，哪4大呢？包括中国 AI 的研发周期短，资本投入少，主要依赖人才，拥有全球最完备的硬体产业配套体系，所以这是它的优势。来，我们今天请教赖老师。我觉得当巴菲特放出一个警告，说美国政府破产的可能性越来越高。美元崩解的几率越来越高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都在做避险的工作了绝大部分的他们都开始在慢慢的有计划的、有节奏的抛售美国政府的公债，然后呢，把那个美元拿去买黄金，然后再把黄金运出美国。过去很多的时候，我们都看到原本他们的黄金都会放在美国，现在他们越来越多是把黄金运出去。中国大陆在上海开了一个这个黄金交易所，等于是世界3大黄金交易所，他就把黄金就搬到上海去，有的是放在香港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就很有计划的把美元减少，美债减少，黄金增加搬回去。事实上除了中国大陆以外，其实日本前段时间也这样做，结果造成贝森特火大了，那到中国大陆之前先到日本去那虽然后来日本跟美国都没有对外公开，都在粉饰太平，好像好朋友一样。结果我们马上看到日币就突然间升值了，因为当时日币快要贬值。对，快要贬值的时候，日本他就开始抛售政府公债，美国政府的公债，拿了那个美元去买这个日币，要把日币升上来。结果贝森特就说你干涉汇率，我要制裁你那当然我们就看到。这个之后，日币又贬回到160这个现在都在160上下，这样不断的一个驱动，所以事实上世界各国都在做避险工作了，都在增加黄金了。我们希望台湾不要为了政治牺牲民生坦白说，一旦这个风暴来临台湾承受不了。如果你的外汇存底还这么高，如果你的美债还这么的多，而台湾的经济却这么的小。那你的黄金储备如果也不够，我们可能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冲击。希望要避险，希望当家的不要为了政治，为了你个人的政治讨好对方到这个程度，把2300万人民都卖了，这点拜托那还有就是
我们也知道 SWIFT 的功能越来越弱，因为当美国把 SWIFT 就还有欧洲把 SWIFT 当成一个工具，因为本来 SWIFT 它应该是要中立的，但是当美国跟欧洲把它当成工具去修理俄罗斯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国家，包括中国大陆，都对于 SWIFT 的功能产生了疑虑。那产生了疑虑以后，他们事实上是有计划的减少在 SWIFT 里面活动。所以目前来讲，你根据 SWIFT 所看到的那说，哎呀，人民币也不过占全世界4%而已，很少。其实呢，已经脱离事实很远了。是为什么？因为大陆都用本币交易了，大陆跟它的主要的贸易伙伴，绝大部分都用本币交易。本币交易你 SWIFT 追踪不出来，第一个。第二个，大陆它很多的时候越来越觉得绕开 SWIFT 作为，因为它已经确定了，美国是透过 SWIFT 去追踪中国大陆的企业的对外的贸易活动，那就变成情报收集，还有追踪中国大陆企业的一些行动的时候，他用这个方法来制裁中国大陆的企业或者大陆的银行。那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大陆对于 SWIFT 的信任度越来越低的情形下，它用区块链、用本币货币、用数位化货币的方法就绕开了。绕开以后，现在就变成世界上越来越难掌握人民币到底占全世界的份额有多少。不过一般的专家他们还是可以估得出来，他们就认为人民币会成为世界的主流货币。现在很多美国的专家也都认为说，人民币跟美元会成为世界的2大货币。那人民币一定会一直升值，当人民币一直升值的时候，大陆的资产当然就会升值嘛。所以观众朋友，您想想，人民币升值，大陆资产会升值，你该做什么事？是，来请教彬哥。其实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联动的，就是因为美债的风险性越来越高，那大家当然就转投黄金，即使黄金的起伏很大，但是大家还是觉得黄金的风险还是比较小一点。那美债为什么风险越来越高？因为美国的政策越来越混乱，你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每天在那边搞一些，然后没事不是发生战争就是来搞关税，然后天天在这样搞。他这2天又出来，又要用301来修理各国，准备这个又跟各国征10到12.5的税。那你一直这样搞的话，你等于是自己在弱化美国自己整个基础。那与此同时，又发生了俄乌战争，这个美伊战争。那在这些战争发生之后，美国采取了种种行动，他自己破坏了自己过去所建构的体系。那结果是什么？结果大家为了逃避风险，也开始慢慢就不再那么依赖美金了，反而转向去用人民币交易。所以我觉得这整个进程，与其说是人民币越来越强势，不如说是美国人自己想要促成这个样。虽然他可能本意不是这样，可是他到最后做的结果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但是他们就真的这样干，而且持续在加速进行这些东西。所以我就不知道美国人自己到底在想什么。那川普现在去颁布这个 AI 这个行政命令，要求有30天的测试与评估。你确定30天测试评估够吗？我想这个恐怕，因为 AI 的变化非常大，你短30天，你确定你可以测试它一定可行？所以我觉得做这样的动作，恐怕并没有经过非常深思熟虑的一个结果。那实际上，美国现在他手上能够拿来去压制中国大陆的武器越来越少，对他来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半导体跟晶片这些东西。那当然包括这个 EUV 啊这些光刻机。那可是中国大陆现在正在想办法用弯道超车的方式，想办法闪避你对他的这些制裁。可是反观中国大陆不一定会成功啊，就是他在努力嘛，他可能到最后也不见得会完全成功。可是问题是中国大陆手上能够反过来钳制美国的东西就变得非常多，包括稀土，包括其他的，甚至中国大陆只要随便半年1年不跟你买个大豆，你美国都要哀哀叫。对，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就变成我觉得美国在发动这些攻势之前，都没有仔细去盘点一下，你到底本身有多少弱点，那敌人有多少弱点，你们这样子互相火拼之后，到底你是会受伤的比较轻，还是受伤比较重？我觉得他都没有去仔细思考这个东西，然后就想到什么做什么，这是非常非常奇怪。感觉各个部门没有协调起来。然后实际上，现在黄仁勋也讲啊，是目前为止，美国在 AI 算力上还具有强大优势。是，可是黄仁勋说到明年可能就会反转。中国他甚至认为未来
短短几年之内，可能中国一国的 AI 算力可能会超过全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那黄仁勋的预测会不会成真，我不知道。但是 AI 算力及电力是现在全世界发电量最大而且成长最快的就是中国大陆，连美国都称呼其后。所以这样的一个预测，其实都给世界各国透露很严重的警讯。是黄仁勋，其实某种程度也是在警告美国，你可能要这个在政策上面啊，各个方方面面还是要继续调整。来请教将军。讲到这货币哈，我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一个事情哈。我去年去俄罗斯旅游。哦，对对对，我记得。那去的时候，你不可能拿新台币去俄罗斯消费嘛，所以我就必须拿新台币去换成美金。但是你知道，到了俄罗斯之后，他们不要美金的，因为他们被制裁，对，所以他不要美金。我必须在他们的银行里面拿着美金再去换成卢布哈，然后在那边。你换多也不对，换少也不对，为什么？后来以后剩下几张那个卢布回到台湾，我发现这个拿了这个卢布到市场去买个鸡排，人家都不收，因为我拿你卢布干什么？我拿了你卢布，我就没有办法去买做其他的交易嘛，就等于说是没有用。那国家跟国家之间交易也是这样哈，就是说我收你的这个钱之后，那我这个钱会不会我去买别的东西还可以买得到？我再举一个例子，大家记不记得当俄罗斯那时候这个被制裁的时候，被西方国家俄乌战争被制裁的时候，俄罗斯把它的石油卖给印度哈，然后印度说好，这个我买你的石油，那但是印度付给俄罗斯的是什么？是印度的钞票叫卢比哈，付给他卢比，就俄罗斯拿了卢比之后，拿卢比要跟这个印度再买印度的东西，印度说不要，我不要卢比，我要美金哈，或者是那个，所以我们从这之中就可以知道，国跟国之间交易也是一样，你这货币你别人愿不愿意收，代表说你如果说能够这个货币可以在全世界通用来讲的话，当然大家都要抢着要。现在来讲，人民币就是如此，它在别的这个你不管像现在中国，比如说中国大陆跟这个伊朗他们买石油，他付的是人民币，那伊朗拿了这个人民币之后，他可以再回头再跟中国去买中国的绿能的产业的产品，电池啊、电动车等等来讲的话，他用人民币去付，他一样可以买到东西。所以人民币的价值会不会取代美金啊？道理就在这个地方。那再来我们讲说。这个 AI 会不会是第4次工业革命？我先跟各位介绍一下，第1次工业革命是什么？是发明蒸汽机叫工业革命，那时候引发了所谓工业革命嘛，在欧洲来讲的话，用机器就取代的人力，这是第1次。第2次工业革命是什么？是发明了电力，这电力来讲的话，当然可以把电引到家庭里面，引到家庭里面，我们现在包括你家里面随时随地我们用电来讲，就可以包括从煮饭啦，包括到我们这个扫地啦，洗衣服都可以用电，就取代了很多的人力。第3次的工业革命就是发明了这种电脑跟网络。那你想想看，从这几次你就发现人类从这个工业革命之前到现在的变化有多大？那全世界变化很大。那第4次的工业革命就是 AI 的使用 ，AI 使用代表它可以取代很多东西。当然有些人对 AI 会有这个担忧了，黄仁勋也特别呼吁大家说是 AI 只会淘汰掉一些这个不懂 AI 的人。你如果懂 AI 的人，你会因为 AI 而取得一份新的工作，这就代表什么？这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有新的观念。如果说不再能够接受这新的观念，极可能就是1次的革命，那你会被这次革命所消除掉。那中国在 AI 这方面，我觉得进步是很多啦，然后未来前景也可观。从这个我们看到，中国从设计晶片到自己生产晶片到晶片的运用。这个包括 DeepSeek， 还有他们自己华为所制造设计的晶片来讲的话，甚至于它很多的这种产业都，所以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尤其是就像刚刚彬哥所讲的，它又不缺电力，所以我觉得中国的 AI 发展不是美国所能够挡得住的。当然，安谋这个执行长就是美国很难封锁住 AI 的这出口到中国。其实我觉得他这句话讲话可能有些问题。中国可能不需要你美国 AI， 它可以自己设计生产 AI，这个的晶片极可能发现。昨天我们不是看到华为它已经超听率都已经出来了嘛？对，它在2031年准备生产1.4奈米的晶片。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中国未来可能不见得需要美国的 AI 晶片，所以他自己来自己制造。不过我们来关心伊朗，伊朗又开轰了，在中东这个地方真的很不平静我们看到伊朗轰科威特、巴林这是来自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它发动了大规模的弹道飞弹、无人机的攻击。您透过画面可以看到
战火延烧到邻近的海湾国家。那伊朗的军方也说了，他们成功的袭击了科威特跟巴林境内的美国第5舰队总部基地以及直升机哦。所以您看到，包括现在呢，这个伊朗的飞机它是避开巴林，改道穿越卡达的领空。因为我们看到巴林的领空已经完全对所有的民用啊、商用的交通都给它完完全全的关闭了，所以你看到各种的快讯都来了，航班现在在科威特这里也停飞了，因为有安全上面的疑虑。而另外呢，这个伊朗的军方高官就说，他们也在持续海上做攻击哦，它击中了美国跟以色列相关的船只，维持最高的战备水平哦。我们看到这样的报道是他们发射了巡航导弹，击中了一艘跟美国还有以色列相关的货船。不过这个货船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并不知道哦。它是报复什么呢？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伊朗的船只，所以呢，这也可以显示啊，伊朗的攻击能力还在非常高的一个状态哦。那伊朗海空夹击哦，所以在这个停火协议根本看起来是名存实亡，说是停火根本没停啊。那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就说，我们也击落了对方多架无人机哦，所以双方真的是你来我往哦。包括你看到这一艘游轮，它想闯伊朗的哈格岛哦，美军发布的画面，您看到的说被美军给攻击了，这是美国中央司令部证实，有一艘挂着波札那国旗的空载游轮。无视警告哦，因为美军对他警告，可是他不管，他拒绝，然后就封锁突破封锁，要进入伊朗的哈格岛港口，结果美军就对他发射攻击，发射了一枚地狱火的飞弹，让他失去了动力哦。这是美军他们发布的照片和影片。而另外呢，因为中东局势看起来还没有落幕，它还在升温。那伊朗威胁封锁荷姆兹海峡，川普说谈判如果崩盘没关系啊。我无所谓啊！美国其实他讲过很多次这个话。他说，美国不像其他国家，他们需要荷姆兹海峡，因为他们的油、他们的各个货运要通过荷姆兹。美国我不在乎你随便，你封锁就封锁。那卢比欧就出来讲了啦，他说，伊朗必须重开海峡，还需要承诺就限制核计划啊这些的后续谈判这个华府才会考虑解除对伊朗的港口封锁以及放宽金融制裁。其实这1-2个月，我看这个谈判的进度啊，最近也没有什么进展。就说快好了，结果一下子川普又说我不管，你如果不答应我我也这个你协议没谈崩了，我也没差所以我们其实不太知道到底美国打算怎么办。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华府说，以离周3将举行新一轮的会谈。那川普决定加以约束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并且发布了明确的讯号。因为大家知道在这个以离这个的交界处也是有很严重也非常激烈的交火。那这个我们看到川普说，未来1周将跟伊朗达成协议，而且对纳坦雅胡加以约束，不要让他这么嚣张。发出不希望这位关键盟友阻碍美国跟伊朗达成协议的信号。那这个川普说他疯了，就是讲纳坦雅胡那以色列总理最新表态，我们看到纳坦雅胡说，对抗伊朗还是以色列最重要的优先军事项目之一，绝对不允许德黑兰获得核武器或者威胁以色列的生存。那他还是坚持伊朗政权必须从世界上消失，所以还是卡住了。那中国就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啦。我们看到联合国安理会从这个有做了一个紧急会议，北京促进希望加速以色列必须立刻从黎巴嫩全面撤军。现在局势到底要怎么看？其实很多人都不飒飒看不懂老师。美国跟伊朗双方都没有宣布说这个我们的停火协议已经失效了。现在全面性重新再启动战争，都没有宣布。是，但是我们都看到实际上的行为都已经打起来了。对呀，而且实际上的行为是有在升级的意思。因为上个礼拜美国说伊朗这个他为了自卫安全，所以他去攻击伊朗的港口的2艘这个布雷艇小船，死了3个人，10几20个官兵受伤。伊朗马上说我反击了我有攻打美国的船舰，但是只是没有打到，
伊朗说有打到，美国人说没打到，但是也不拍影片给大家看看说没打到哈。那有没有打到我们不知道。好，不管如何，双方在上个礼拜好像就打到这里，可是接着我们就看到了伊朗又宣布了打掉了美国的一架无人机，美国又宣布了又打掉了伊朗，就好像战争已经慢慢的在升级了，现在也已经波及到科威特其他的国家了。是，可是问题是到军事冲突一直在升级的过程中，双方为什么不宣布这个停火终止，协议无效，然后重新启动攻击？是，这代表什么？双方都还是想谈。那川普摆出一个姿态说，我谈不拢我也没关系，我没差，我没差。但是当有人说，那所以你们现在没有谈了？没有啊，我们有谈啊，还是有在谈啊。谁说我们没有谈？有进展啊。而且呢，我的文本已经提交给巴基斯坦了，而且呢，伊朗已经拿到我的文本了，现在在研究我的文本，然后再送回来啊。所以我们有进展了。谁说我们没有进展？那各位观众朋友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一方面又说不在乎谈崩，可是你要说那就不要谈了，他说没有，我们要再谈。那你一方面又开始开打，然后二方面又不宣布说这个停火了，这代表什么？双方还是想把它谈，但是双方都在那边坚持。看谁能够撑到最久，看谁能撑到最久，其实对美国不利，对伊朗也不利，但是问题就在于伊朗看起来是已经抱定要拖个半年、1年、2年都可以，换言之，也就是说，把美国卷成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情况一样。是，可是美国如果被伊朗成功的卷入，变成在乌克兰一样的话，美国没有得到好处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俄罗斯还占了1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可是美国是1寸土地都没占到，1寸土地都没占到，5、6万的大军被绑在那个地方，然后天天烧5亿以上的军费，而他必须要再去筹备2倍的兵力，就是10几万人。为什么？因为他要一直轮调嘛。对，这些人他们6个月就要调回美国了。那他们要不断的在这个轮调的过程中，你不能说我这批人调回美国，半年后又调回来，所以他又要准备另外一批人。那也就是说，这样子一个不断的轮调中，那各位想想，美国被绑住了10几20万的兵力，这个对美国总共才130万的兵力，是不是一件好事情？他的欧洲的兵力跟印太的兵力都被绑住了，所以我个人觉得，对川普来讲，他的筹码并不多，时间也并不多，但他只是一直摆出那个姿态，那个姿态能熬多久我怀疑。但是问题来了，就是川普到底能约束内塔尼亚胡多少？对，我都觉得内塔尼亚胡才不会甩川普，他是跟他玩，他是在玩川普。你看，川普说不准打了，他就几天不打，没多久又打了。川普说你不准打，你简直你是疯了吗？你是怎么样的时候，他就又暂时不打，但是没多久又打了。所以你就可以理解到，川普根本控制不了内塔尼亚胡。是，所以这个美伊战争可能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以色列的纳坦雅胡。我们先进一下广告。我们看到中东局势升温了，美国第5舰队被伊朗给攻击了。我们来看看，美国第5舰队位置在哪里？就在巴林哈，所以我们刚刚下面有画出来这个位置。那巴林遭受到攻击，就是很明显就是第5舰队被攻击。那整个战场上面现在很明显的，伊朗掌握了所谓战略主动，美国反而陷于被动。好，只能从哪一点看出来？从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标题就看出来，伊朗来讲，现在主动攻击你美国第5舰队的位置，但是美国现在我们看到后面有写说，美国中央司令部说是击落多架无人机，代表它只是一种防御性的这种，人家这个无人机攻击来了，我只是将这些无人机击落掉。甚至于前2天我们看到说，美军去攻击伊朗的哥斯姆岛的一些基地，这个主动攻击，但是美军自己也讲了嘛，它是属于这个预防性的攻击，它不是主动的出击。所以从这些讯息里面看出来，伊朗现在在这个战场上面掌握了战略主动，美国反而陷于战略被动。那美国为什么陷于战略被动呢？我觉得就是跟川普这个摇摆的政策有关，想打他又不能真的打，他又不敢真的打，打又打不动，
然后想退又退不掉。现在很明显的，他走不掉，从哪一点看得出来呢？这个从这次这个伊朗一直拖住他哦，你想要走，你入了这局你就不要想走，你除非你答应我的条件。现在条件大家看一下，原来这个美国刚开始开战的时候，我给各位观众复习一下，美国刚开始开战的时候，他设定的战略目标是什么？第一个，伊朗要政权更迭嘛；第二个，你的核子武器要这个取消，你要销毁你的核子武器；第三个，这个你的导弹射程不能超过2000公里，对以色列造成威胁；第四个，你对周边的小兄弟不可以再军援他们，包括胡塞组织啦、黎巴嫩真主党等等哈。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些条件好像美国现在都不太讲了，甚至于连限制核武这2天好像声音也变得现在比较小了。现在唯一一个就是开放核武之海峡哈，所以看出来美国在逐步的退缩。反而伊朗来讲的话，他现在居于战略主动。他现在要求的就开始更多。那美国川普，你看听他讲这种话，就是有点耍无赖的样子。你这场仗你去惹起来了，你说我不需要石油，所以我不需要核武之海峡，你要封锁你去封锁。看出来川普讲这种话是明显在耍无赖。第二个不让川普走的国家叫做以色列哈，纳坦雅胡这时候借着去在黎巴嫩打真主党。借着这种军事的发动，让这个川普很难在这个战场上面脱身，难怪川普这时候会用粗话彪骂纳坦雅胡，我要走也不让他走，一直借着不断的攻击军事行动，想要陷入在这场战争里面。我觉得川普现在真的是陷于两难了，大家只怪他刚开始发动战争的时候，他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贸然的发动这个战争，造成今天这个后果。是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最后时间交给彬哥。我们看到就是伊朗跟美国这个停火和谈到现在还是遥遥无期哦，因为其实还是那个老问题，就是双方在关键的事情上面没有办法达成协议。那既然如此的话，双方只有打谈，然后各自升高威慑对方的力量，然后看对方会不会屈服。可是我必须说，他们已经试了很久。他们从停火到现在断续续，对啊，已经试了2个月，看着都烦了。对，而且看起来已经没有新招出来，对，就是来去就是这样，讲的话都差不多。对，所以我觉得大概接下来第一个冲突要再升高的可能性不太高，但是你说要双方就此停下来也不容易。那当然最大的变数现在就变成以色列。因为以色列看起来是越打越开心，他就一路的想要往黎巴嫩那边去。可是问题来了，就最近传出来说，这个纳坦雅胡在电话里头被川普臭骂一顿。其实我蛮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因为说真的啦，川普如果真的要求让这个纳坦雅胡要停下来的话，其实川普要限制他的手段多的是啊。因为我直接就说，我不给你以色列任何军援哦，是啊，我停下来。以色列并不是一个大国，他的弹药储备啊这些相关都很有限，他也要依靠美国帮他协助防空。没错。所以如果美国断绝对他的所有一切帮助，那纳坦雅胡想打也打不起来。没错。可是川普并没有这样做，所以我个人其实比较怀疑，那个是为了让川普比较好。因为交代西方各国，包括美国国内都在说你干嘛让纳坦雅胡牵着鼻子走，所以故意演的这样一个，告诉大家说，你看我有骂他啊，对啊，但是问题骂完之后人家继续打，对，所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所以我是觉得啦，川普恐怕是该思考真的要去限制以色列的行为。